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 Town Talk。7月20日，蚂蚁集团宣布在科创板及港股同步上市。蚂蚁集团计划此次发行 A 股10%，H 股5%，即 A 股募资200亿美元，H 股募资100亿美元，合计募资300亿美元，这将刷新全球最大的 IPO 募资记录。蚂蚁集团上市估值在2000亿美元，约为1.4万亿人民币。据蚂蚁集团承销团的人士透露，上市速度肯定会很快，应该在9月或10月就会发行。目前已经10月了，蚂蚁集团很有可能在本月成功上市。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蚂蚁集团为什么会撑得起万亿人民币的市值，上市后的蚂蚁股票值得我们购买吗？先和大家聊一聊蚂蚁集团。蚂蚁集团的业务起步于支付宝。支付宝原本是阿里巴巴集团在开曼群岛注册的一家全资子公司，雅虎和软银则分别占有阿里巴巴集团43%和29.3%的股份，拥有对支付宝的大部分控制权。2011年，马云说服这两位股东让步，以优惠的价格回购了支付宝的股份。当时软银被说服的原因是，支付宝作为第三方支付公司，国家政策规定金融牌照必须有内资公司持有，所以现在已上市的阿里巴巴的资产里并不包括支付宝，还有其背后的蚂蚁集团。2020年6月，蚂蚁的全称从浙江蚂蚁小微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改为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反映了其意欲去掉金融、强化科技公司定位的用意，还拿掉了区域标签浙江，强化全球化的战略方向。17年前，支付宝的出现是为了解决淘宝网交易中买卖双方的信任问题，模仿了特斯拉老板马斯克的 PayPal 模式。10几年过去了，蚂蚁早已长成了大象，昔日被模仿的 PayPal 早被超越。目前 PayPal 的市值是2000亿美元出头， Visa 和万事达是全球最赚钱的支付类企业，市值分别超过4000亿美元和3000亿美元。以支付宝庞大的用户基数为前提，蚂蚁集团发展出了众多的业务线。在蚂蚁集团 CEO 胡晓明的领衔下，蚂蚁集团目前至少分为数字金融、保险、国际和智能科技4大事业群。事业群的划分大致勾勒出了蚂蚁集团的业务生态。支付作为入口，强化获客与粘客，实现业务引流与数据沉淀；数字金融和金融机构合作，实现收入变现；科技服务将应用于金融领域的科技对外输出；最后通过国际化在海外拓展前述模式。单靠支付无法获得丰厚的盈利，那么蚂蚁的赚钱机器在哪里呢？答案是金融业务，尤其是信贷。据报道，蚂蚁金服公司100亿元的利润中，45亿元利润来自于重庆那两个小贷公司。这两家小贷公司即重庆市蚂蚁小微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和重庆市蚂蚁商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分别是蚂蚁花呗、借呗的运营主体。2014年12月，花呗正式上线，2015年成为公司的主力产品，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以内，用户数据突破6000万。2016年12月，花呗用户突破1.41亿，获集团红草莓产品奖。而到目前，借呗这个现金贷产品成为蚂蚁集团最重要的利润来源。2018年末，借呗的净利润为35亿元，而花呗净利润3.7亿元。目前，支付宝在全球的用户约13亿人，国内活跃用户超9亿人，余额宝用户超7亿人，小微企业用户超2800万户，花呗和借呗联合贷款规模超1万亿元。蚂蚁财富促成资产管理规模超4万亿元。除了中国，在全世界覆盖超20亿人口的9个国家和地区投资本地钱包，旗下拥有银行、保险、支付、基金、证券、保理、小贷、虚拟银行、众筹、企业征信牌照、投资银行、出行、餐饮、零售、电商、房产、文娱、企服、软件、旅游、物流、医疗等多个板块，
几乎覆盖了线下、线上生活消费和零售金融领域的所有场景。可以说，作为一个中国人，蚂蚁集团旗下的各类产品正在方方面面改变我们的生活。这些产品越来越像新的基础公共设施，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蚂蚁集团这么厉害，那它的股票值得买吗？首先，我们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蚂蚁上市后会遭到机构的大量减持吗？机构投资一家公司从来不是为了做慈善，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做到上市，然后来收割利益。公司一旦上市，机构手中的大量原始股就可以出手，早期的投资才会变成现金和盈利。为了避免公司一上市，股票被大量抛售，导致股价暴跌，一般公司和机构都会约定一个锁定期，在锁定期内，机构不能大量抛售股票，或者只能按照计划有步骤的售出。即便如此，任何一只新股上市还是会承受巨大的减持压力。天眼查显示，蚂蚁集团目前有32家股东，其中阿里巴巴以 33% 的持股比例位列第一。阿里及蚂蚁员工的2只持股计划，君汉和君奥分别持股 28.45% 和 21.53%， 三者合并持有近 83% 的股份。其中，软银和雅虎在阿里巴巴共持股 37.5% 股份，间接持有蚂蚁集团股份。而软银老板孙正义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孙正义作为软银集团的创始人和总裁，参与发起并管理的愿景基金规模近1000亿美元，素来以对科技公司的巨额押注著称，但自2019年下半年以来持续遭受打击。软银带来最大损失的2家被投公司分别是共享办公公司 WeWork 和卫星运营公司 OneWeb。WeWork 曾于2019年8月宣布 IPO， 但9月即被叫停。短短2个月，估值从470亿美元一路暴跌到70亿至80亿美元，而愿景基金前后投入了106亿美元，目前亏损近100亿美元。2020年3月27日，最烧钱的近轨卫星服务商 OneWeb 宣布破产保护，该公司自2016年以来获软银的投资 14.08 亿美元。2020年3月17日，软银宣布约47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但标普仍然将软银集团的评级由稳定调整为负面。当天软银的股票盘中跌幅 12%， 创下2012年以来最大的盘中跌幅。3月23日，软银宣布在未来1年内出售至多410亿美元的资产，用于授权回购约180亿美元的普通股。待售资产中包括公司最富有价值的资产阿里巴巴的股份。3月25日，穆迪将软银的债券评级由 Ba1 下调至 Ba3， 也就是 Ba 级最低的一级。所以此次蚂蚁上市，软银很难不出售股份以解燃眉之急。H 股方面，对于 H 股上市的市场承压问题，外资投行人士表示， H 股的发行往往存在基石投资者在公开发售股票前与发行人签订基石投资协议，一方面保证基石投资者必须买，同时发行人也必须保证卖给基石投资者足够的股票，但是前3名的基石投资者累计不能超过发行股份的 50%， 全部基石投资者认购不能超过发行股份的 90%， 而这些基石投资者的锁定期为6个月，所以在 IPO 上市当日可以流通的股票也是有限的。此外，蚂蚁集团员工的薪酬结构中，期权和股票占比比较高。对于这部分员工持股，根据科创板的闭环原则，需要锁定36个月。闭环原则即员工持股计划不得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转让股份，并承诺自上市之日起至少36个月的锁定期。发行人上市前以及上市后的锁定期内，员工所持有相关利益的转让退出的，只能向员工持股计划内的员工或其他符合条件的员工转让，所以这部分的抛售压力比较小。所以总结起来，科创板方面，在蚂蚁集团上市初期，由于热度极高，再加上国内公募基金的大量买入，股价应该会高居不下，不建议此时购买。
在上市6个月左右，可能会遇到机构投资的大量抛售变现，此时的股价将会受到较大影响，有可能会出现可以入手的机会。在上市36个月左右，过了员工持股的封闭期，会有大量的员工股票售出变现，此时是较好的买入机会。H 股方面主要是机构操作，所以重点应关注在上市的6个月左右股价的波动情况。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内容，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也不要忘记点开小铃铛，这样就能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啦。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